嘿，你们好哈。那这是今天的3张牌。那如果你要看久一点呢，你可以按下暂停。如果你已经选好了号码，记得在留言区做一个更强的连接哈。那不啰嗦，我们就开始喽。好，那我们现在来看到选择第一张朋友的第一题哈。那很简单，我们第一题就直接问说这个人哈。这个我们不是错过的人，他是谁？他在哪里？哈，那抽到了权杖侍者，还有月亮牌。那我们先从权杖侍者来看啦，权杖侍者本来就是一个带着有火焰气息的牌，它象征着好奇心，好，还有很多事情的开端、探索。所以，当我们把它抽出来，再问说他是谁的时候，其实这张牌有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啊，这是一个非常年轻，还能充满冒险精神的一个很年轻的、很 pure 的、纯净的，刚有一点初生之犊不畏虎的那一种年轻心灵的灵魂。我觉得。但是它不一定是年龄上面的年轻，可是他内在有一个永远的一种孩子般的对未来的向往啊、憧憬，总是能够不断的去尝试新鲜的事物，对于新资讯的搜寻、搜索也非常的渴望了。所以无论在任何年纪、任何时间，你遇到他的时候，你总会觉得他的眼睛里有光。就像有的时候人的眼睛会有一些光芒照射的映射的一个亮点，很多人都有，可是你会发现它的那个亮点特别的亮，特别的持久，特别的深，而且特别的圆润。因为他眼睛看的世界是未来更多、更前一步、更先行的，总是带着一种我想要走的比别人更远。我想要探索可以走到更远的路径，它会散发出这个讯息。所以呢，回到他是谁哈？我觉得他是一个现在正在寻找各种新机会的人，工作啊、课业呀、各方面哈，他对自己的未来应该充满着信心跟充满着想象，所以他本质上应该准备的不错。然后你可能会发现，他对于人、事情、故事都充满着热情跟好奇，他很容易去参与每一个人的对话。他不是那种花蝴蝶或是八面玲珑这样子的个性，他不是这个讯息，他让你发现说他是认真的把每一个人都当成是独立重要的个体在对待。所以从这边可以看到当他投入到爱情的时候，他对爱情的态度也会同样的真诚，甚至很直接的表达。所以他看到你的时候，他会对你产生高度的好奇，而且完全不会害怕去靠近你。因为对他来说，爱情绝对是一个值得投入的高级的冒险，有品质的冒险。所以他虽然整个灵魂是权杖侍者，那他可能表现上啊、表达上啊、眼神上都会带有那一种青涩。记得我们这边说的跟年龄没有关系。他的真诚度极高，他表达自己内心的真诚度极高，所以他的表达可能不一定会非常的圆润啊、圆滑、很大人啊，即便他可能年纪比你还大大很多也有可能哦。可是你会发现这一种好像孩子般的真诚，是你自己内心已经失去非常久的东西，所以他会在这个方向带来非常高度的你对他的向往，在慢慢的从内心里面会浮现出来，你可能会不知不觉的就从这个吸引力怎样被他吸住了，很想在乎他，很想在意他。即便第一次对话、第二次对话离开之后，你总是会回想他说了哪些话。这个就是他内在那一个 pure 的、接近赤子之心的灵魂，应该是完整的赤子之心啦，非常吸引人。所以我们再问到他现在会在哪？那权杖侍者啊，暗示他正在新的旅程的起点。我们刚刚前面说他在选择要尝试新鲜事物嘛，可是现在在告诉你说他其实还在这个新鲜事物的起点，但不代表他所有东西都很小白、很菜，什么都不会，不是，他是已经都准备好了要进入新的世界了。所以呢，可能有刚搬到新的地方，可能有刚在找新的工作，或是刚进入一份新的工作，然后可能你跟他聊天对话的时候，你发现他有很多新的生活目标。所以他现在的状况呢，我觉得是变动的，但是带来了某种初始晨曦的感觉，黎明刚起的感觉。那这个状态呢，意味着
你们相遇将会发生在某些有重要转折的时刻，譬如说要决定什么事情的时候，看房子啊，租屋看房子的时候，遇见了这样，或是去报名补习班呐、这种遇见，或是公司真人去找工作啊，这可能这些就是这些在人生有转折的事件点上的时候，你们会遇见，这些都在暗示着它的出现不会在平淡的日常啦。我们很常讲一些平淡日常，可能是在咖啡店，你在自己阅读或什么，平常去采购、街上逛街这种平淡日常，它的出现不会在这些。它的出现的时候，你们对话的话题跟你对他的认知第一印象，一定会知道说他正在寻找新的契机，未来的新旅程。他已经准备好要进入新的方向，一定会在这个状况里面。因此呢，权杖侍者的讯息非常清楚，他绝对是一个心怀非常高度热情的人，然后现在刚踏入那一个初步，正在旅途中，他的眼神里面所看到的所有未来、所有未知，都是充满光明面的。那因为他现在的眼神里面，对于所有的未知都保持着高度的惊喜状态。如果你遇到他，你跟着他这样走，你会发现他在帮你开拓非常多的未来的惊喜，然后会带着你，会分享给你，然后他的那一种喜悦会让你觉得生命力无限。你可能会在这些层面上面被他完整的吸引住了。再来，我们看到月亮牌月亮牌是一个带着很神秘的，然后我觉得有很强烈的未知性的牌。但是月亮牌总是在告诉你说，很多的答案就在你看不清楚的位置存在着，甚至有可能离你非常近，你可能只是忽略了。我们时常说一件事啦，你看不到你没有在找的东西。就是譬如说你东西不见了嘛，你在家里东西不见了，然后你要找它，你突然找不到，因为你平常没有在找它，所以你不知道它在哪里。其实这个月亮牌在讲的是这个，但是它们重要吗？它们还是很重要，只是你没有在找它们。所以现在你要找他们的时候，月亮就出现了。你要找的这个恋人，月亮牌代表说他有在，只是他就在你附近。他就在你之前忽略的环境里面，可是他一直都在，只是你之前没有找他，差不多是这个概念，你记得就好了。所以呢，我们在月亮牌的位置来去提问他现在在哪的时候，我觉得月亮牌不会给你一个很直接的答案啦，因为月亮牌本身代表高级的迷雾，那这个迷雾代表的很强烈的潜意识还有未知。潜意识里面本来就不是我们能够轻易的用我们的个人主观主动意识去理解的，它都是在很长的时间长河之后才发现说，才理解到说为什么我们当初会做那么多的决定。原因是因为我们潜意识有一些抗拒，有一些指挥，它很接近灵魂的指导。这些都要一些时间才会知道。所以月亮牌这边所带来的这潜意识跟未知是在暗示说，这个人他现在所在的位置还在那一个很强烈的迷雾里面啦。但是通常我都会说，迷雾出来的时候，你要的答案就在附近，只是你有没有办法伸手去摸到，你眼睛肉眼观察寻找是找不到的。我通常都觉得就在附近。然后还有一种方式可以找到，叫做呼喊，可是不是你的肉身的呼喊，而是你内在灵魂有没有在呼喊它。那会不会呼喊到，这就要看你们之前灵魂在不同的象限里面有没有契约，有没有约定，有没有一些相处过，有没有一些跟彼此道别希望再见面的能量有没有留下，那一份呼喊才会有效果。不然通常月亮牌出现的时候，我只会先告诉你说它在附近，只是还不在视野里。或者是这个视野所代表的是你还没有认出它，你还没有辨识它，差不多是这样。就像眼镜啦，你可能还没戴上，没看到，那个眼镜你还没找到，差不多是这样。所以他是谁？如果以月亮牌来诠释他是谁的话，那他绝对是一个直觉敏锐的人，然后
内在的丰富的情感也不会被我们轻易的看穿跟看透，因为它毕竟不是权杖侍者这种外放的火能量，它更多的是一种很内敛、很隐藏，然后它的魅力、它的神秘感，是画上等号的啦，就是说它的内敛跟隐藏反而在凸显它的神秘魅力，差不多是这样凑在一起啦。所以它这种特色就会为你带来一种若即若离的能量。它好像永远都有一个没有看完的故事，然后他诉说他的故事的时候，好像觉得他永远都有没说完的内容，还有一些他隐藏的悬念他的个性，他的整个展现出来的人是这个状态，所以充满了高度的神秘吸引力。那以他的本质上来说，他绝对我觉得非常接近他对于神秘主义、艺术、灵性或是梦境、心灵层面的东西特别敏感。他不一定是特别有研究哦，他不一定是特别有学习过而是他只要听到类似的这个部分的时候，他都会特别敏感，理解程度会比大家更快更深。基本上，我觉得他大部分时间应该会用直觉来去决定所有事情，可是他可能会说这是我的逻辑，这是我的思想上的逻辑，其实他是直觉的，他已经有一点点融会贯通跟内化，他把他思考事情跟直觉融会贯通在一起所以他通常能够预测精准的结果有一点点算是推理能力也蛮好的这样所以我们在问到他现在在哪里呢？那月亮牌的能量告知我们说，他可能现在就是在一个不确定的时期。所以你看月亮牌讲的东西跟上面的权杖侍者一样，他正在一个起点，还不确定未来的方向在哪里。而月亮牌正在加强这个起点的不确定性是什么？他其实只是想找到新领域、新位置，但是他还没有确定他想待在哪里。他内心应该有一些他不认为是疑惑的疑惑，因为权杖侍者跟月亮牌在打架。可是月亮牌的能量比较强，其实他内心还是有充满非常高度的疑惑，可是他不会展现出来。他的疑惑点在哪里？我虽然已经找到了新方向、新领域，可是每一件事情我都很好奇，我都喜欢，我到底该选什么？我的人生的答案到底会在哪里？这个很像是个摸彩，很像是个恐怖箱，很像是随机的。他现在正在这个疑惑中所以你会发现，如果你认识他，你会发现他看起来很冷静、很安静，很像一个没有风吹的湖面。可是其实这个湖面底下的那个水流、暗流很多，水草很摆动很浮动。那必须要非常靠近才会知道，必须要非常聊天聊得非常深入的时候才会感觉到。不过月亮牌在这个方向有透露一件事情，是它应该已经出现在你的生活场景里了，然后它暂时也有可能已经先看到你，只是他对于要联想到爱情啊，要联想到缘分啊，要联想到命定之人这个方向的时候，他先回避，因为他更多的重要的事情是他要先在这一个新领域找到自己，应该是第一是找到自己，第二是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其实就是找到归属啦。他不是看到你的时候对你没感觉，而是他觉得现在的他并没有能力去要求对方跟他在一起，或是表达一份爱意，所以他立刻就先把它收起来了。月亮牌的迷雾就在这里，也就是说，他其实一看到你的时候，这份起雾是他自己心里起的，并不是他在面对的。所以月亮牌在提醒你啦，你跟他认识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很难以言喻的感觉，那个直觉很强，因为你跟他的直觉，也许就是灵魂的对话很强，明明就知道是这一个人，没说几句话就非常有
内容、很有默契，而且方向感很一样，归属感很重，然后甚至会觉得这个人我好像在哪里遇过，这个气息为什么我这么熟悉？其实这就是月亮牌在告诉你说，这一个你注定无法错过的人在灵魂的层面上，你们以前已经相识过了。就像我刚刚前面讲的，这一个迷雾其实是他内心还在拒绝，还在否定爱情应该要在这个时刻发生，而产生的一种自我保护型的朦胧啦。因为现在的他还在一个不确定的时期，还在一个新领域选择自己方向归属感的时期。即便有爱，但他觉得如果他现在就这么快速的亲近与爱的话，他会让一切走向错误，这是他现在的感觉。所以在月亮牌出现在这里，其实在提醒我们，他现在是有一种自我模糊状态在保护自己。那这个模糊状态是让外界怎么看他，他希望外界看他还是看他模糊，因为他自认为自己现在还不够具体的知道自己该往哪里走。那这里在暗示什么？你们应该会先认识，但是要走到爱情的节奏，初期没有那么快，没有那么爆发。可是慢慢的，当你越来越看清楚这个人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是他故意把你推的有一点点保护距离。可是等到你越来越看清楚之后，你就会知道你们彼此的默契跟互相支持的点在哪里了。然后还有一件事情，你会看清楚他，是他会让你看清楚他。那个时候就代表他已经慢慢把自己要交出去了。所以月亮牌在这边告诉我们说，这个雾终究会散去，但要等一下。因为他内心的他湖面上的平静要必须等于他湖面下的暗流的平静，要这样他才能够在爱情里面把自己展现出来，然后让你发现他是可以把自己交给你，他还能接住你的。其实他还是有一个流程。不过权杖侍者跟月亮牌的出现都代表他已经在了，然后你不会错过他了，只是要进入这份关系的每一个历程的节奏目前看起来会比较慢一点，但是基本上他已经在了。那么权杖侍者跟月亮牌两个结合的话呢，我们再重复一下这两张牌结合应该会把他的整个人的身心灵的样貌都展现得蛮立体的啦。他的个性其实是很热情的，可是因为月亮牌的影响所以他会用一种比较平静的，然后没那么疯狂的方式展现出他自己的个性。可是你又会在跟他相处之后，发现他做的事情都带有很多的冒险精神，可是却会偷偷的冒险。等到你知道他已经做了哪些事情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说，你已经去过了吗？他就跟你说，对，他自己已经去探险过了，他自己已经去哪个国家了，他已经独旅过了，他已经打工，游学打工了之类的，他已经去哪里深山，然后参加什么冥想之旅，2个礼拜结束了，这样子，他会是这样子很特别的人。因为他的灵魂一直希望能在独处里面先确定自己，先寻找自己的新方向。因为他对于整个世界跟整个环境都还是充满高度的不确定，甚至迷茫中。可是他内在的热情从来不会消减。可是他对于整个世界的变动跟随机性的这种神秘力量又产生很强烈的吸引。所以他内心有一种很特别的矛盾，成为他的魅力就是他一直在追寻那个好像都是无解的答案的这一件事情，反而造就了他生命里有无限的探险。所以你遇到他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人极其单纯，可是却难以看透，因为他一直不断创造出无限的变化。这就是他的神秘力量，让人觉得他很吸引人的部分。所以当你非常靠近他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你心跳会加速。为什么？因为你突然发现这一个神秘感这么高的人，可是却有一种莫名的熟悉感。这就是我要告诉你的，你们的灵魂之前已经相遇过了，只是他这一次出现的形式、个性的样子是全新的。他这一次他在着重于他内心灵魂的成长。所以你绝对无法错过他，因为他的出现各种展现太吸引人了。来，我们现在来看到第2题就你们的能量结合的好吗？那我们看到了圣杯骑士的逆位跟金币10。
从圣杯骑士的逆位开始的话，这确实有一点点小小的难题了哈。因为原本圣杯骑士它代表的那一个水能量，我觉得是高度浪漫的啦。我很喜欢这张牌的出现了，可是这张牌本身欠缺一些理性哦，它有一点点太膨胀于爱情最重要的这一件事情，也没有不好，要看它出现在什么题目，出现在什么位置。如果有牌阵的话，它如果是一种爱情的发芽状态的话，那它是一个非常好的牌，还有初次见面的各方面都有。那这边圣杯骑士的逆位出现在我们今天的能量结合的部分的话，表示这一个互动跟一个结合可能会有一层很特别的情感价值观的考验，有可能啦哈。因为当你们两个人相遇之后、认识之后，如果触碰到爱情这个主题的话，我觉得它会呈现一种不够稳定，情感起伏会变得有点大。然后也会多了非常多的犹豫，会有这样子的特质出现。所以当这张牌要回答你跟他的能量回答好吗？结合好吗？那这里的回答可能在透露说，确实是有一个深层的吸引力，但是在情感跟节奏上的表达，可能一开始是比较不同步的状况，会比较不同步。那圣杯骑士在正位的时候，象征的这一个绝对浪漫主义，还有猛烈的追求，还有对于情感的细腻，这些在正位的时候都会展现得很好。所以你们前面的这一些所谓的情绪起伏大、不够稳定，就不会出现了。那逆位的时候，可能也有一些正向的显示，它可能在展现出是有热情的，可是会缺乏某种不知道如何接下去找到下一步的那一个持续力，这个灵感可能就没有跟随上来，所以在初步虽然有表达出对你的喜欢，可是时而会退缩，他会被自己内在的不确定跟情感的难以选择而拉扯啦，所以就会变成很像有很多欲言又止的感觉，可是你看得出来，他内心是澎湃的，他内心是喜爱的，他有一份很满的水能量在内在里。可是你又会发现，他其实呈现一种被动、害怕受伤，然后显得有点内在出现矛盾的感觉。所以，圣杯骑士的逆位对于这一组对于爱来说，他想要的浪漫，他想要的爱情的浪漫，可能在这个逆位上面被他现在身处的现实环境的挑战的各方面给压下来。那这里我们就要回到前面我们看到月亮牌的时候，是不是有起雾的状况？那起雾的原因这边就出现了，它果然是因为它现实的有很多挑战，各方面他选了一个新领域，他内在的那一个打仗，他内在心里有一个战争啦。他还无法去专心在爱情里面，不代表他不爱，只是他要做出选择。所以这种能量的交汇啊，意味着你们相处初期各方面还是需要有一些沟通上面的耐心，因为我觉得也不用到沟通啦，我觉得就是多听对方诉说内在的心情。光是分享情绪就可以了，分享内在情绪就足够了。所以逆位的圣杯骑士，其实它绝对不是代表拒绝看到你，拒绝往你那边走去，拒绝你是一份爱的出现，不是这个，而是在逆位的时候，让他明确的在搭配月亮牌，他明确的知道自己还没有准备好，还没有达到自己的标准，还没有达到自己觉得可以爱人的等级，那个完整度，他很明确的知道，所以他可能会在很靠近你的时候，慢慢的靠近你的时候，会表现出比较朋友般的关心、温柔，然后会有一些开玩笑，会有很多幽默，他还想要跟你保持着温和的距离，然后不时的还会展现出迷人的样子。可是如果要那么快去触碰到爱情确定或是交往这个部分的时候，他内心的不安会立刻让他再退一步，所以他会一直跟你保持着他内在所认定的安全距离。所以有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他是喜欢你的，然后你又会感觉到他怎么又突然消失离你远一点，
会有一种忽冷忽热的感觉，会有一种难以捉摸的感觉。还好我们在月亮牌跟圣杯骑士逆位这边已经告诉你答案了，他不是故意的，他反而是因为过度慎重所以逆位的圣杯骑士这里完全不等于失败，也不等于他对爱情的拒绝。他这边提醒的是要告诉你说，如果你们已经有开始交流了，已经有开始互动了，你们的相处不能只停留在浪漫的表象，不能只停留在去展现两个人相处像情人般或是接近情人般的那一种相处，这样会被困久于离开现实的思考，对他来说就会有很多的压力。他会觉得跟这一个人相处，或是跟你相处的时候，他无法给予你未来在现实里面的稳定，因为他在相处的时候一直找不到两个人现实生活的方向感是什么。所以我才说，初期也不用那么快走到爱情，你们就常常去诉说彼此的心情，去做交换，知道现况，然后你也会慢慢知道说，他才刚进入一个新领域，他有一点点分身乏术，需要一些等待。我觉得圣杯骑士逆位有的时候在讲两个人相处情感上面的磨合期跟需要磨合，可是我觉得你们这一组加上月亮牌，我觉得它只是需要多一点耐心。我觉得你们的结构跟相处各方面是合的，是很有一开始遇到就觉得很认同对方，很知道就是这个人的感觉有出来，只是以现况来说，他有一点点在不对的时间相遇，有可能需要再晚一点，等到他在新领域都已经找到自己的方向，得到很多认同，稳定下来的时候再遇见，就不会有这个迷雾出现，圣杯骑士也就不会出现逆位的提示了。可是在我们今天整个大题目说你无法错过的这一个人来说，你确实是无法错过。那也许是在我们现在认为比较不对的时间遇到，但是你仍然不能错过的原因在于，也许现在这个时间已经是你们最靠近的时间了，下一次比较对的时间可能要在更久以后了。可能外在有很多能量觉得现在先遇到，然后一起学习也许更好，然后两个人甚至在进入爱情前还可以学习在朋友或是好朋友的阶段就已经保持真诚跟足够的相处里面的耐心，还有听取很多彼此的情绪，分享很多彼此内在的一些感受，也许这样子来作为未来两个人相处或在一起的基础来说，这一个阶段看似是在错的时间，可是却打下蛮好的基础了。再来我们看到金币10金币10在这边，我是觉得这个时候出现金币10是蛮好的啦，因为它可能会立刻配合出我们刚前面讲的所谓的耐心跟打基础这个阶段。所以我们回到金币10的原本的概念上，它原本就是一个很稳定的牌啦，然后它有所谓的家人的传承，世代的传承，还有一个人在寻找他的归属感的时候会找到，还有家庭的支持，还有与他人非常长时间的连结，这些。所以金币10这里要回答说，你和他的能量结合的好吗？我觉得答案是肯定的，因为金币10象征的一旦你们的能量真正的契合的时候，后面会带来无限的稳定跟长久的基础。也就是说，它与圣杯骑士逆位的对比是，金币10是在告诉你说，也许在这一个相遇的起点可能会有很多的混乱或犹豫，但最终都会走向稳定与完整。其实在这边讲的是这个，所以不要害怕因为这一个人啊，他靠近你，并不是因为一时的新鲜感跟一时的感动、心动就靠近你，而是他内心有某种很深层的渴望，找到一个有归属感的爱情了。所以这份能量代表说，他希望跟你建立的不是只是纯粹的、全部的都是只有浪漫而已。他最后想要追求的是共享生活，一起生活，然后建构未来，找到新梦想。他希望的连结是这个，在金币10里面已经把整个基础说得很清晰了。所以你知道这点之后，他所谓的初期的一些类似
它的不稳定的磨合，还有可能是在比较不好的时间遇到，这些其实都已经不重要了，因为金币石有展现你们遇见之后的未来性，其他的都只是等待跟整个旅程而已。所以在元素的角度来说啦，金币石的土能量它带来了一种扎实的踏实感。即便圣杯骑士的逆位的水元素有一种情感流动的一度的混乱啦，可是金币石的土能量会慢慢的把这份关系安定下来，让水能够进入土壤里面。这样，我觉得这里意味着你们只要愿意以耐心的角度去经历你们的从头到尾的慢慢的相处，它就会从一种情感在圣杯骑士逆位的时候比较不稳的状态，慢慢的转向愿意承担责任，愿意接住彼此，愿意进入爱情，愿意走向两个人的世界所需要的那个承诺的未来，稳定的走过去。其实这整个流程也是一种很强的浪漫，可是它加注了更多的土元素的稳定跟信任所以我才说金币石出现在这里的时候是一个很好的阶段啦。它透露的是说你和他之间的结合应该会受到家的那种幸福与爱的能量的投射然后你们两个在日常相处的时候会感受到那种家的能量彼此好像是另外一种港湾的一种安稳慢慢的你会发现说其实你们有共同的价值观然后在生活中有一些压力或什么的时候，会慢慢的成为彼此的依赖跟依靠。因为这段时间我一直说你们分享情绪的重要在这里，因为你们的连结就会慢慢的出来。而金币石在这边他在做了一个深层的肯定，你们之间是有未来的啦。所以回答今天的这个题目，金币石一出现的时候就是最好的答案了。你们的契合度其实是非常高的，只是在初期可能并不是完美的时间里，你们只要学着去欣赏对方，听对方，理解对方，你们会创造出自己的路径跟你原本之前在爱情里所遇到的不太一样。来，我们这边看到这两张牌的结合啦我觉得圣杯骑士逆位跟金币石的结合，我觉得有一种被修补起来了因为圣杯骑士的逆位有一点点可惜水能量的出现却没有做好很好的整理，然后金币石的土能量却做了一个完整的整理，有疏通，有分类，情绪有作为分布好好的安排顺序这些那圣杯骑士逆位在提醒你说，在初期的这个不稳定，情绪的忽冷忽热，其实不用太担心那个只是你就当作是一种搅拌搅拌的时候还是在搅拌之后会有一种沉淀期嘛，沉淀期之后就金币石所给出的那一个稳定，可是搅拌的这个过程就是圣杯骑士逆位的时候的出现，再等它一下就好了。所以金币石也在告诉你说，只要跨过了圣杯骑士逆位的初期不稳定状态之后，终究要走向深厚的稳定的关系啦。那你们在这两张牌看到的是，它有一个长时间的旅程，只有起点会比较多波折，慢慢的会走向你们彼此最想要的那个归属感，然后磨合的很早而且速度还蛮快的而且这个磨合的水能量最后还会滋养到你们未来的方向所以你们会比较像是有一点点先苦后甘，但是也没那么苦，只是要解决一些现实状况，可能你可能他都在面临情感以外所有生活上面的困境，可是你们两个会在这一个阶段遇见，就是有可能要你们学习跟习惯，或是进入彼此一直支持对方的那一个稳定关系，然后成为唯一能支持彼此的那一个人。那这些需要一些时间，然后让信任慢慢的堆叠起来，然后土能量就会在后面发威那个归属感会加强，到最后你们几乎很难以分开啦。所以这两张牌结合之后，最后会让你发现说，初期它并不是无心的这样子的波动跟不安，而是在那一个时间里，他仍然需要学习在他的生活里面更多的承担。学会了之后，在爱情里他才知道怎么接住你，才知道会给你一个没那么多压力跟轻盈的他
送到你手上。所以只有前面有一些这个过程需要确认。那以今天的题目，你无法错过的这个人他在讲的是这个人是不是昙花一现的，他是能够永久在你生命里扎根的一个人。来，我们来看到第三题。第三题这边要说的是，它出现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什么了？就是最靠近的时候有没有一些讯息啦？那我们抽到了金币3跟权杖8，两个都是非常好的牌，在这个位置是非常好的牌。来看一下怎么解释。金币3它本来就象征一种人跟人之间交流跟共同建构什么东西的牌啦。如果是在工作上面的话，就是一种合作。所以当这张牌出现在这一个题目，你会有什么感受？它出现的时候，它其实在告诉你说，第一时间你们相遇的时候，会产生一种高度的互补性跟信任，好像在第一次对话的时候就能够谈到未来要去哪里，未来可以做什么。虽然只是一些天马行空的讨论想象，可是在这些讨论的时候，你们会意识到彼此的互相支援、帮忙、互补的能量跟能力很高。所以金币3在这里的能量的暗示是在说，你们不会只是单方面的水能量或是爱情上面的吸引，而是你们会突然意识到彼此可以一起去完成某些事情。可能工作上的时候，也有可能会一些资源，然后想到对方可以帮忙，这样你会发现说，在金币3的能量，它开阔了一个新的角度，是他理解你的想法，跟其他人理解你的角度不同。他理解你的时候，第一时间都会直接补足你没有想到的地方，某些盲点、某些死角，或是在对话里面呢，他给出你的回应会让你觉得说，你们的频率跟节奏是非常接近的。基于金币3本来就是一个土能量嘛，它带来了某种实践，很多事情都可以踏实落实跟实际完成的一张牌。所以你跟他相处的时候，其实一开始就会感受到某种务实，然后也会感受到某种温暖的靠近。它不会只局限于浪漫的氛围，你会觉得说，我可以跟这个人一起实际往未来走至少一段路。可是在这一段路上，其实还有更多的惊喜可以走得更远，这个是未来你就会察觉到的。然后在这里你会意识到说，他并不是只是在感情上面给你很多对爱情的未来的希望的火花啦，而是能够在真正的在生活的价值上面带给你一种高度的稳固感、稳定感。这个前面金币10都有讲到前面2题都有讲到类似的东西所以这边只是第3次的验证。因此当它出现的时候，你的心会被一种安心填满，安心的感觉。那这种感觉呢，不是那一种一见钟情的内在的心跳感心动感，而是一种我的需要这么容易被理解那我对未来的渴望，也会因为这种深度的理解，而能够有效的计划未来的蓝图，可以一起成长的这种踏实的感觉，会在你们心底浮现。因为金币3在这边暗示你在初期跟他认识的时候，是深刻感觉是什么，所以是往这个方向走。你跟他的能量不会只是对视眼睛互看的那一种灵魂的吸引啦，而是会自然而然的走到我们能一起完成什么的一种合作型的一种相处模式，一种很深刻的连接。你们后来从认识到未来相处的时候，你们会讨论非常多未来可以做什么，未来可以去哪里啦。然后到了权杖8权杖8这里代表很多很强的效率啦，很快速抵达，然后它也会连带着把旁边所有的好能量加速流动。所以这张牌呢，代表它出现的时候，你会感觉到有一种毫无预警的好能量正向往你这边推进推动，海啸似的很快很强然后你心里会一次强烈的震动，然后好像龙卷风把你的心往上卷了上去到达一个你来不及思考的感受里面。那么权杖8其实是要告诉你说，这个人不会让你在要不要靠近
的这个问题上面拖延太久，因为它的出现会让你内心立刻产生一种回应。它这个跟我们前面看到的权杖侍者的逆位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在于它这里的你的内心的那个不拖延，不想保持距离，这个反应是你的，不是他那边的。他那边是权杖侍者的逆位，他有自己要拖延，他有自己的考虑，他没有往前。可是你这边反而没有这些问题，反而还有想要再往他那边更靠近。从他一出现的时候，你的内心立即会产生这样子的回应。你的情感要往他那边奔驰的速度，有点超乎了你的理智上面的分析。这不是你故意的，而是对方真的给你有非常好的能量连结。那这个能量连结的核心，在前面这几张图能量告诉你说，是一个高度高品质的安心，所以你愿意自动往他那边再靠近，去好奇、去理解他的人。好，所以这张牌带着激情、直觉跟推动力嘛。所以当你跟他相遇的时候，有一种我们的关系正在加速靠近的能量，会被这个氛围所笼罩。所以这里有打破前面权杖侍者逆位的那一种延迟、退缩或是犹豫，会打破，因为他很像是在毫无准备的状况，在他还没有想清楚怎么往前的状况的时候，你们彼此的互动、对话、进展就会有异常的加速。然后等到两个人都非常高度默契了，交流的还不错，相处的还不错的时候，你可能会突然意识到说，我怎么这么快就想要把自己交给他？其实也是因为他本来就进入一个新领域，他一个很强的新能量，然后再加上前面的土能量3跟10的能量，让你们彼此都觉得很有未来性。所以像这样子的内在的心动呢，会变得很急切，可是又不天马行空，又不空虚，又不空洞，反而很真实。因为这组牌有很多好的土能量正在发威，然后权杖8还会令你感觉到说，你正在被命运推动着向前靠近。好，那权杖8它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意义啦，就代表什么？同步。你会觉得他的靠近跟你内心的节奏刚好对上拍子，所以他只要一靠近，你也靠近；你靠近，他也会靠近，跟他的内心的踌躇跟犹豫没有关系。他心里觉得他要整理好、准备好，可是节奏就是对上了。所以我们前面才说，你们两个初期的那些可能的不顺、不协调，都只是因为很像在错的时间遇见。可是这边又告诉你说，遇见了就遇见了，可是节拍却对到了，那些其他的准备都来不及了，该上场了。你们两个都对到拍了，可以上场了，就上场吧。所以仿佛权杖8把时间跟空间都加快，只是为了让你们更快进入彼此的世界里。所以这里呢，又验证一件事，刚刚说的。我刚前面有说，也许整个附近的能量都觉得现在是最好的时机，是最好的靠近，就赶快吧。即便这个时间是错的，为什么说是最好的时机，时间却是错的？应该是说你们两个现在能量上、节奏上非常对拍。那时间是错的，可能是他正在一个新领域，工作上、生活上还在练习，还在找方向，所以这个时间他很难专注。可是权杖8说，不管那些了，你们的靠近跟这一次的接近已经是最好的一次了。不赶快走进彼此的世界，就会错过或再拖延，下次要等更久。权杖8在讲的是这个概念，所以当它出现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一个很强烈又无法逃避的吸引。它也是哦，不是只有你哦，因为你们对拍同步了，你的反应大部分他那边也会有，只是强弱问题哦。而且你们两个在遇见的时候还少了很多试探，而是直接在心里涌现，我知道是这个人的那种确定感很重哈。再来，我们再做一下这两张牌的结合啦。其实金币3跟权杖8的结合，这个答案非常清晰。会有什么改变？你会感觉到一种超然务实的安心感，而且心跳会加速，而且会觉得很奇怪的进入了某种完美的旋律里面。它很类似一见如故，它很类似失去了什么突然找回来的感觉。
所以我们前面讲了很多，我一直说你们的灵魂在其他的象限应该已经有当过很多种关系了，好朋友、灵魂伴侣、恋人都有可能，或者是敌人。反正在很多方式你们已经很了解彼此了。这一次对我来说，整个看下来就只是再见面，然后整个故事章节不太一样。所以金币3的土能量会让你觉得这份关系是绝对可以建构出未来的。现在的见面只是从基础开始往上打，一切都会顺利的。那权杖8的火呢，会让你心跳加速，其实它就很像动能，让你跟他想要建构未来，而且还有很强的推动力。其实这个推动力这么加强是为了什么？要排除你们内心的那些犹豫啦。就像他现在刚进入新世界的时候，新领域的时候，要展现新的自己的时候，就爱情也跟着来的时候，他有点分身乏术。可是内在的那些犹豫，就是因为权杖8来了，他要告诉你说，不要想了，先做再说，先在一起再说，先接近再说，先认识再说，其他相处在后面慢慢的累积就好了。所以这2张牌的能量结合，象征着你跟他的相遇，不会只是暧昧跟试探，这个应该初期一下就没有了，而是很快的就会确认彼此的能量很重要，彼此的存在很重要，这份相遇是必然的，大概会有这样子的感觉会出来。从一出现就会有。所以呢，当你回想初步见面的时候，你会知道那个初步见面的那种稳定跟加速并存，然后再对照未来你们一起走向很多建构的计划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一开始就注定你不会错过这个人啦。因为他没有太多的阻碍，几乎整个牌全部看下来的话，除了心理的很多外在力量的干预之外，其实各方面都没有任何阻碍。这个遇见感觉已经有2条路打通了，要让你们直接遇见，没有再在乎你们的现况。赶快遇见就对了。好，那这就是第1张牌的，希望给你一些不错的方向。那谢谢你来听哦，祝福你。来，我们现在来看到第2张牌的第1题。第1题就是他是谁，他现在在哪？那我们抽到了权杖10的逆位，然后金币9。这2张牌很特别啦，出现在这个题目的话，这个揭示其实是有一点难的，很复杂，会直接进入了它比较现在内心的东西啦，再看看有没有办法去诠释他现在的整个境况这样。那权杖10的逆位的能量呢，首先我们揭示了他正在努力卸下一些之前累积的一些重担。然后这张牌本身就代表很多的承担责任啦，还有一些压力跟负重很多。那在逆位之中呢，意味着他可能已经开始学会去分辨这些重量、这些承担跟这些压力，哪些是不属于他的，他才开始卸下了。所以我觉得他的人的个性是实在是太喜欢或是太在意其他人，所以他会背负更多不属于他的责任啦。所以在生活里面呢，他时常扮演着自己可以一肩扛起的那一种角色。所以从这边看得出来，他算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人。他也很愿意为别人付出啦，不管是在家里的期待啊，或是工作上的压力。那再加上可能他之前有一些感情的失落感，他都一直觉得，他有可能会觉得应该就是他努力不够，他很多想法是这样，所以他自己常常处在一种精疲力尽的一个状态啦。因此呢，现在在这个逆位上面的时候，他的灵魂可能带着一个他刚刚松手、刚刚卸下这些东西的一种松弛感才刚出来。所以你会发现他并不是一个外在轻松无忧无虑的人，他现在正在努力表现或是习惯表现这样，主要是因为他内在其实经历了很多的挣扎跟丢弃、承担，这些都还在他心里。所以现在的他，在权杖10逆位的时候，展现了一个他现在正在面对的重要的功课，就是他要学习选择什么该扛着，什么该放下，然后最核心的是，他现在正在学习什么是他真正渴望的。
所以在这里，他真正渴望的东西的这个点出现的时候，再加上你出现的时候，这个真正的渴望的价值跟它的核心的逻辑，可能就会在此被唤醒哦。所以从权杖十的逆位就会发现，你的出现对他这一份功课是很重要的一环哈。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他现在在哪。权杖十的逆位告诉我们说，其实这个哪比较像是他现在正在一个转换期，所以他有可能换工作，有可能换房子、换住家，或是远离他现在的社群，或是从家里搬出去都有可能或是跟朋友分居室友那一种，他可能就跑出去自己一个人住之类的。因为什么？权杖十的逆位在告诉他，跟正在影响他，他需要重新调整他的生活的步调。可是，在整个表面上看起来，他好像回避或退缩，其实他不是他只是很急着想要去投入一个新世界，他正在为进入这个新世界再腾出一个全新的空间啦。为了什么？迎接新的自己。迎接新的自己与外在的连接，他必须要把旧的东西先放下，他不能再承担这么多了。那你就会在这一个新连接的范围里，跟这个空间里面会出现，然后再加上我们前面说的，他会发现原来他心中还有某些渴望，怎么了？他忘记了，所以当你去感知到这个人的时候，我觉得他会带着一种有过去重量的痕迹啦。你会在他的对谈里、谈话里面发现说，他偶然的会讲到他才刚从他会比较形容说他现在变得比较轻松了。可是这一句话的前面是为什么？之前很重吗？所以现在比较轻松吗？会有这样子的暗示那他的灵魂更像是一个可能去打完仗，然后回到家、回到国家，然后把盔甲刚卸下来，呈现一种只穿布衣的一个旅人的状态，很疲累，可是眼神却有一种很欢喜的，正在迎接新的未来的那一种自由感。再来金币九在这边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因为它在很深刻的诠释他现在的状况，就像刚前面的那一个状况，他在更加的深刻的剖析。我觉得金币九是一个非常好的牌。他强调了，他现在是一个非常独立、独处、自立、自我丰富、自我丰盛的一个状态，而且他现在正在尽情的享受跟品味属于他的生活。其实他跟权杖十的逆位呈现了某种我觉得很明确的对比。金币九其实在说明说，他并不是一个一无所有的人，反而是他在各种情感以外的所有能力跟物质上都有相当稳固的基础，所以他才有前面权杖十逆位的那个能力。什么能力？离开跟放下的能力。因为他本身有很好的基础，有很好的各方面的物质，他其实自己有很多东西，只是他又承担了太多别人的了。所以金币九的出现代表说，他其实是一个很懂得照顾自己的人。他可能在事业上有非常稳定的位置，然后或者他已经学会了在生活里面经营自己的舒适圈。那现在的内心呢，只是正在学习放下的这一个过程。但是我觉得到金币九出现的话，的一个内在学习放下的过程，他已经进入了一种非常好的阶段了。比较像收尾了，比较像已经有不错的心得了。因为在金币九里面，他的那一份优雅、独立性、性感，从容不迫的魅力，已经正在展现出来。那么金币九的土能量呢，反而也在增添他身上有一个可靠的气息、气场。如果只是在以一个旁观者陌生人来观看他的话，你会发现他有一种很强的稳定性，就像我刚刚讲的从容不迫嘛。而且这份从容不迫里面还有展现出一个他的眼神，告诉大家说，我不需要向你们任何人证明我自己的价值，我也不用显摆出或是拿出来我的优势和我所会的东西，我擅长的东西都不需要。我整个状态所带来的这个氛围就已经可以让所有人都相信他
是非常喜欢跟自己生活在一起的了。而且还有一个很特别的讯息是，他的生命也不需要爱情去填补他心中的空缺。他比较像是有自己的花园、自己的农地，细心的跟自己耕种、自给自足的那一种感觉。但是你说他心里有在期待爱情吗？当然是有啊，只是他不追寻。所以我们要说他现在在哪？金币九在暗示说，他其实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自己的生活领域里，不论是工作啊、兴趣啊，或是各种家庭环境、朋友环境，他都会保持一定的安定，跟没有上下大幅起伏、上下跑动的那一个情绪。他即使不会刻意去找爱情啦，但他也不会拒绝爱情的到来。所以我觉得他的能量确实蛮像是一个园丁在种植植物，然后稳健的等待任何好的时机的开花结果。所以你跟他靠近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他其实所有事情都已经准备好了，但是他不急着推动，因为回到前面权杖十的逆位，这暗示他现在是好不容易独处在自己的天地里面，所以，但是他也没有把所有的路都封起来，他仍然在等待那一个带着能够打开他家门或他的花园的钥匙的人就进来了。但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拥有那一把钥匙，或是知道自己有那一把钥匙啦。但他心里还是很期待的，所以他在这一个自己的世界整理的这么好，享受的这么好，其实他也知道，当那个人进来的时候，会直接能够分享给他。会直接满意，他不需要紧张，因为他都准备好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两张牌的结合，这个故事线清晰的摆明了一件事情，就是他在过去的放下中，学会了如何排除所有的压抑，如何只扛起属于自己的责任。他学会只跟自己相处，他学会专注的品味自己想要的生活。所以他是谁呢？他是一个受过伤但是没有被击垮的人。他已经跟自己和解了，而且还创造了自己全新的生活。那他在哪呢？他在他自己的独立的世界里。他不再追求爱情，而是学会等待爱情慢慢的找到了他为他所腾空的那一个美好空间，这样就可以了。所以你跟他相遇的时候，你会明白，当一切命运能量都准确好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存在，而你还会发现这个人有预留一个你能够走进去的位置。来，我们来看到第二题。我们来看到是你们的能量结合的好吗？然后这边有金币四跟恶魔牌的逆位。我觉得金币四的出现呢，我觉得应该有出现一个被握住了，然后放不掉的一个能量，不知道是好是坏。但本质上这个守住本身就带有一种守住很好的安全感，跟守住一个情感的边界的感觉啦。所以当它放在你跟它的能量结合好不好的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它说明了，他刚开始进入爱情的时候，他不会这么快的就把自己敞开来啊。这可能也可以当成一个问题，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把它当成是他对爱情的谨慎，然后会表现在他跟你相处的时候有很多的小心翼翼啦。因为他可能因为以前的事情，所以在他面对新的感情的时候，会倾向于先保护自己，不会那么轻易的就交出所有的真心啦。所以他可能曾经有过一些失去的经验呐，让他在情感中学会要抓紧，然后内在又很担心说他一旦不抓紧放松的话，就会再度失去，所以他其实一直在这个拿捏里面挣扎跟学习，然后一直没有一个固定的答案。因此在你们的能量的互动中，我觉得他会先探测，先看看自己，检视自己在这份爱情出现跟他靠近的时候，他自己本质上的一个稳定跟彼此的真诚度啦。他没有办法因为这个是金币式的能量在去影响他去鉴定一份爱情的出现。那金币式的能量呢，大致上在塔罗里面常常被归类在比较负面的，就是因为它比较偏向于保守，它比较偏向于守财奴，就是一种比较负面的感受。但是我常常反而觉得它是一个有持续性的在维持某种安全感的牌啦。所以
出现在这里的时候，代表他一旦确定这份关系是趋向于安全的方向的时候，他接下来要投入进去的东西就很多了，然后他也不会轻易的离开。这个就是他节奏是初步是慢，但是不会轻易的离开。那这也意味着说，你们的能量的结合，一开始不是那种瞬间的爆发型的啦，而是经历过生活中很多的逐渐的累积的过程，才让两个人的关系缔结得很深厚。那你可能会感觉到，他确实需要时间，然后他需要确定你给他的那份安心。所以当他逐渐确定，他内在这一个往你这边靠拢的心意就逐渐增强。你会想说，这不就是爱情跟人的关系都是一个这个流动吗？可是其实不是哦，很多人不是这样哦。很多人会一进入就投入很多，或投入太多之后忘了确定，等到自己要确定的时候，才发现很多的不安已经发生了。可是在这里，这一个人在金币式的能量所诠释的话，他不会让这样子的事情产生，他会一步一步的慢慢确定，才一步一步的增强。等到他增强到一个最好、最靠近的时间的时候，他会产生一种高度的信赖感。你就会知道他是可靠，他是可以信赖的。那这段关系也会非常牢固。所以金币是虽然在表层上看起来很保守，可是他在的证明，这个人一旦选择了你，确定要选择你，然后表达了明确的心意之后，基本上对他来讲，关系就是要走向什么长久的。所以呢，接下来是恶魔牌的逆位。恶魔牌的逆位出现的时候，常常跟原本的枷锁相反，它就是一种解脱跟能量的解放。所以这里可能是在说过去你或他对于感情上有很强烈的过度的依赖、依附，或是各种的强烈的对爱情的形象的欲望还有如何绑住对方、占有被对方的这些概念里这些终将会在这一次的相遇里面挣脱出来、释怀出来，成为一个新的形态。所以放在你跟他的能量的结合上来说，其实你们这一次的遇见有一层是帮助彼此脱逃出、松脱出、松开出以前对于爱情的某种价值观的一些枷锁啦。所以这张牌在说你们他在靠近你的时候也已经逐渐从感受到你的存在之后，发现爱情可能会有他想象不到或是意外惊喜，所以他必须要从过去的一些概念里面、束缚里面松脱出来，把旧有的情感枷锁跟不健康的旧的模式的概念都要丢弃，然后有一些以前爱情里面的错误所带来的束缚，他也要学会如何释放，然后这一次的爱情会比较走向于很健康的形式，因为是逆位的恶魔嘛。那我觉得这里恶魔牌跟金币四还形成了某种很特别的呼应。一方面是他想要守住安全，另外一方面他又想要松开锁链嘛。因为恶魔牌逆位象征不再被欲望控制嘛。你们的能量不会只停留在表层上面的长相外观上面，而是往更多的深层的灵魂迈进。所以你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会感觉到自己在某方面来说，有从自己的内在的黑暗里面走出来，有一点点被净化。主要是因为你们两个人都同时被恶魔牌的逆位的那一种松开、挣脱影响，然后有一种陪伴，有一种互相把彼此一起救出来的一种共伴同伴的感觉啦，也算是一种怎么讲，也算是一种很奇妙的互补，救了彼此，互相救了彼此这样。我觉得这里你们的在恶魔牌逆位所诠释的遇见你的存在会推动他学会自由。然后学会用健康的连接。其实我跟你讲，他原本就会了，只是他有点忘记他学会了。所以你的出现的时候，因为要应用这一件事情，他知道说，原来我早就学会了。所以他的靠近会让你看见，爱情不是一种要把两个人捆绑住，而是反而为彼此增添更大的呼吸空间跟自由，还能够展望出全新的未来的视野，会分享出彼此所相信的美丽的世界。然后会在原本以为的小世界里面挣脱，这是你们两个遇见的很重要的契机。
所以恶魔牌的逆位在告诉你说，你们的能量的结合啦，主要的核心是要切断跟旧的感情跟观念的一个依赖，而走向去迎向一个新的，而且更纯粹的，而且更贴近于你们内在真实情感的那一个方法。所以你们的遇见在恶魔牌的逆位会展现出你们真实对爱情的想法，然后一个讲，一个可以听，另外一个接得住，一个给予，另外一个接得住，两个人是同步的，然后反而不断的在帮彼此内在心灵很多的黑暗跟束缚一个一个解开，一个一个解开。这个是恶魔牌逆位的一个好处啦，因为恶魔牌的逆位象征着什么？自由，它比节制牌里面的自由再更上一层楼，因为它是绝对的逆向，往束缚转向成自由，是很明确的。那节制牌它还需要某种两个能量的调和之后，才能够走向射手座的自由，那个是不是不一样？恶魔牌的这个是硬生生的让你们直接进入自由的概念里面。所以金币4跟恶魔牌逆位的结合啦，有一个很明显的答案，你们能量的结合有很强的疗愈功能，然后还有一种带着彼此脱逃旧的束缚的感觉，这个是很棒的。因为在脱逃的瞬间的时候，你们就往未来的计划前行，而且非常依赖，然后再也不是只是保护自己，而是互相保护。你们会有在这样子的一种共识里面，发现彼此是非常重要的，跟很好的成长的，跟解脱过往的一个旅伴同伴。那这样子的能量求之不得，因为有的时候只有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反而还是会被困顿在里面，要离开还是不离开？未来安全吗？我要不要去冒这个险？然后我要不要改变自己，去影响新的自己，去探索新的未来，去挑战新的我？不可能，一个人的时候很难。可是这个时候两个人彼此都出现的时候，却有一种呼应跟鼓励，就是说走啦，我们一起走，反正遇到什么事情，我们也都是在一起的，不是孤单的。所以在这个状态里面呢，可能会在你们的关系里成为一个关键点，它会高度的提升你们两个人的彼此所谓的伙伴、同伴、伴侣的这个认可度。因为什么？竟然在遇见困难的时候，没有抛弃对方，没有离开对方，而且还携手前进。即便一起失败，也还会觉得说没关系，我们就一起失败，不孤单。这份信任感会在这里恶魔牌逆位的时候建立起来。来，我们来到了第3题。第3题要说它出现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什么？然后抽到了圣杯国王跟恋人，是不错的组合好像会有一种很明确的爱情的到来的感觉会出现所以我们会先从圣杯国王开始看圣杯国王的出现呢，第一时间会让你感觉到一种稳定跟温柔的情感力量然后我觉得它不是那种冲动的跟热烈的形象，而是它会有一种包覆性，有一种包容性，很像大海很像海浪你坐在沙滩边，然后海浪扑向于你，这样子包容，把你一切都静静的包容起来了这样。那他对于你的喜欢，他不会张扬的啦，而是他会在细微的很多小地方展现出他的真诚跟体贴所以当他出现在你生命里的时候我觉得你最先感觉到的还是一份安心啦无论是水能量、土能量，它都会带来这份安心。我觉得他的心思会像水一样渗透给你。它不是火能量那样猛烈的去抓住你啦，它会慢慢的在生活里面，可能内心很多地方跟你分享交换，然后会把你的内在的敏感跟不安慢慢的滋润你，然后化开来这样。这会让你在他面前的时候，逐渐的就再也不用伪装了，再也不用美化自己、强调自己也不用再各种防备了。因为圣杯国王往往就是一种最成熟的情感表现啦。虽然他没有圣杯皇后这样子有双重水能量的一种情绪的到内心能够穿入你内心最深层的地方，可是他会理解你的情绪，感受到你的情绪，而且他会有高度的倾听，而且稳定性非常高他的靠近呢，我觉得会让你意识到说他觉得啦，真正的爱情不会是那种大张旗鼓的啦，而是会在你身边，我觉得应该像是一种安安静静的陪伴，可是却很深刻。倾听，尤其倾听，在你们这份关系的初期他会用圣杯国王这个能量的方式去倾听，
你会发现你内在有很多需要找到依靠、需要找到倾诉、对谈的东西，它都能够成为是你最重要的选择。然后他也许话不多，但是会很认真的回应你。然后在相处里面的时候，他会从眼神啊、一些行为去传递他其实是真正的关心你，即使之间没有讲得很明白，但是我觉得你也能感觉到他非常的在乎你啦即便在初期就会展现出来了。所以当他走靠近你的时候，你第一个时间会感觉到什么？你整个人被温暖拥抱了，被理解拥抱了，被平静拥抱了，有深度的，有安心的，还有高度的尊重。它的存在会让你立刻觉得说，没想到这个世界有人这么愿意的、这么真诚的，想要去保护你的感觉，想要去理解你的感觉。然后我们来到恋人牌我觉得恋人牌本来的选择在这边就没有那么强调，反而他强调的是你们心灵上有某些呼应啦就是我觉得当他出现的时候，你会感觉到某种很强烈的共鸣这份共鸣并非只是单纯来自于整个出现的表象啊、外在这些，不是这个东西，而是在灵魂深处的某种熟悉感我觉得你会立刻感觉到你的频率很相同，很奇妙。频率相同这个东西都很难解释啦可是都会在第一次遇见的时候，你会发现，第一，语境很相近，说话接得住彼此，这个就是初步的那个频率很相同。第二，你们对于看待世界的角度、方法、切入的点、批判的点、感受的点然后同情的点、柔软的点差不多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有的时候他会超越，很像变成好朋友，他会超越一种亲近感。我觉得这些应该很多人都有感受到，在恋爱的时候都感觉到，有一些人就是你一靠近就知道这个人可以成为恋人他那个亲近感很重，那其实共振也很强。然后更重要的是，这一个共鸣会让你不需要去努力解释自己，对方就懂然后也不要塞太多的语言，也不用太多的提示对方就很能够捕捉到你的想法跟情绪。所以恋人牌跟前面那一个圣杯国王都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他其实对于你的情绪跟你的想法怎么讲呢？他切入的角度、跟他理解的角度、跟他关心的角度，都是你需要的。所以恋人牌在这边意味着它的出现会让你意识到说，你人生应该一个重要的转折出现了啦。你在这一刻必须要去决定，你是不是要愿意敞开自己。这里就是恋人牌很重要的提示因为你可能其中会有一些想法，就是难道这是爱情真的出现的一个瞬间吗？然后你同时会想到自己，我是不是又要再次敞开自己，去接纳一段深刻的旅程呢？所以当恋人牌在场的时候呢，爱情已经要具体化了，它是一个逼近于现实的一个瞬间的时刻。那为何恋人牌有一个东西叫做瞬间的时刻？因为恋人牌的风能量是急速的风的瞬间的，它必须要在瞬间要感受到并捕捉到它，不然它其实会早早的就离去了。可是它很真切，它不是模糊的，它很明确，它会明确的让你知道说现在要抓住了。因为恋人牌出现的在什么？出现的是一个爱情的号角已经吹响的感觉，就是现在的感觉而且恋人牌重要的是带来了一种命运感。所以常常我们翻到恋人牌的时候，就会立刻直觉觉得说爱情来了，没错其实是爱情来了，因为命运的时间到了，有东西走进来了，有人走进来了，有能量走进来了，不是偶然的。恋人牌的出现代表很多的安排已经到了最重要的时刻，所以恋人牌出现在你们这一题，它出现的时候，你会感受到什么？很明确啦，你会感觉到就是他。不用太多的怀疑，就是他。所以，我们到这两张牌的结合，其实这是一个很完美的结合。当我翻到这两张牌的时候，我心里就觉得说，一般来问爱情新恋人的时候，如果抽到这张牌，我个人也会为他很开心，因为这代表说，无论是从一出现到相处，都有一种心灵上完美的契合啦。那加上恋人牌出现的话，我通常都会觉得你们的灵魂上应该在不同的时空里面有约定好啦，有约定，所以才会在于遇见的时候那一种熟悉感、安心感、情感的相似的承受度、熟悉度都这么重，共鸣度也都会出现。所以在这两股能量相叠的时候呢，我觉得
主要还是因为圣杯是出现的是国王嘛，所以那个其中的土能量、水土能量融合，还带来了稳定的对爱情的信任哦，还有稳定的在情感上的很强烈的共鸣共振，你们踩在同一种基石上面相遇了，所以你会感觉到说，他靠近，好像解答了你之前说爱情的一些迷惘跟彷徨啦。好像你以前的不相信，在这一刻出现的时候，你仍然有一点点的不相信，可是它过于真实，所以你开始觉得原来真的会有那一个你想象中的爱情的画面会出现，而且它还会让你深刻的体会到，它具体的就在你眼前。为什么？因为是圣杯国王，他出了圣杯国王，我们就很难怀疑了哦。那在一开始遇到的时候就有强烈的牵引啦，而且这个具体到不是一种幻觉哦，那也不是一时的浪漫，因为圣杯国王里面的土能量也在发威，然后再加上恋人牌有所谓的命运的指导、指导、指教、指引都有出现哈，所以这一份遇见呢，我还是觉得是你们的灵魂在其他的象限里面有某种契约跟约定啦，终于在比较。我觉得终于在已经安排好的时间要遇见了，所以这一份遇见，我觉得真的很难错过哈。因为既然出了这么好的牌，所以当他出来的时候，你就好好的享受哦。因为这个人出现的时候，并不会带来什么很强烈的危机感，当然还是会有一些小缺点或是不完美，但是基本上整个大致上所有的分数来说是高分的哈。你可以慢慢期待哈，抽到。选到2号牌的朋友，然后后面再抽到这2张牌，我觉得是非常幸运的。好，那这就是2号牌的朋友哈。那谢谢你来听，我希望给你一些乐观的指引跟期待哈。那祝福你。来，我们现在来看到选择第3张牌的朋友，第3张牌的第一题第一题是他是谁？他现在在哪？那我们有圣杯3跟魔术师牌是不错的啦哈。来，我们先从圣杯3这里来看哈。圣杯3的逆位往往代表某种疏离不再跟群体共鸣，然后有一种孤立感。它正位的时候，它是跟大家一起友好的啦，保持一种很好的交际生活这样，然后在交际生活里面认识到很多不错的能量。可是它在逆位的时候，发现这孤立感跟共鸣感消失所以我们从这一题在问说他是谁，他现在在哪的话，答案其实在显示他其实目前可能没有身处在你的朋友圈里或是他本来的生活重心也不是喜欢跟大家一起的，或是在热闹的朋友圈里面就是一起欢聚共荣各方面的，他不是，相反的，他可能现在正经历着跟其他人他的人际关系圈、他的群体里面有一种微妙的断联时刻啦。我觉得他并不是完全被他原本的圈子各方面排斥，而是他现在内心对于跟外面的世界的交流交往感到疲惫，所以这是一个自我选择孤立自己的一个保持距离的状况所以我觉得你可以想象他原本可能生活各方面熟人很多，朋友很多，一直在应酬，一直在交际然后有很多的吃饭，很多的饭局。可是当他慢慢的发现说这些关系都没有办法真正的触动他内在的心灵的时候，他现在应该是选择孤单一阵子，然后时间没有设限那他开始相信说，他跟这些人际关系跟虚假的微笑寒暄里面一直在消耗他的能量啦。所以他现在选择的是什么？他想要独处，想要把所有的焦点收回在自己的身上。所以圣杯3的逆位在他身上展现的，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讯息。我觉得他在透露说，他正在进入某一种过渡期然后他对于他原本那些密切的社交跟那些关系深浅不太明确的那种情感连结他现在先想抽离出来，因为他不想要感受太多其他人的感受，他只想要感受他自己的内心，他也不想再分享太多的自己这样。所以我觉得他想要追逐某种纯粹，也有可能会返璞归真啦。所以现在我们在问说他是谁，他在哪的话，我觉得这张牌在告诉我们说，他现在可能会处在一种日常生活里面比较沉默、比较低调的人然后外在可能很多人会觉得他开始变得很冷淡，有可能会有这种误解，但事实上他现在正在寻找能够真正理解他内心灵魂连结的人啦。
如果还没有找到的话，他宁愿只跟自己连接，跟自己陪伴就好了。他不希望在人群里面的中央然后再去接受各种的杂音讯息，他宁愿躲在角落里面默默的看谁会发现他，谁会迎接他，谁愿意走进他的内心。然后我们这边看到第二张是魔术师牌嘛，其实魔术师牌的能量跟圣杯三的能量算是一个强烈的逆向对比啦，因为魔术师牌讲究的是一个创造力嘛，还有一个主动的开启新局，还有能够掌握所有的现在附近的所有的能量。所以当我们问到他是谁，他在哪的时候，魔术师牌给了一个答案是，他其实照上面的牌，你以为他是消极等待的人，可是其实他不是。你以为他的孤立是为了要逃避，其实他不是。其实他要干嘛？他在蓄积他的能量，他正在计划新的方向。然后，因为他相信，跟他也知道他自己是有一个能力，能够让所有的新梦想、新路径能够付诸现实的人，能够实现的人。他也明白他擅长把这些凌乱的现场、凌乱的现象跟现实，就是他现在的生活各种凌乱的人际关系，他知道他自己能够整合出一个走他自己该走的路径所以现在生活上他做出这个选择我觉得魔术师牌在暗示他说，他现在的类似躲起来孤立自己，其实是他在准备一个新的计划、新的阶段、新的人生，他在准备让自己升级，因为他对于他现在所处的世界，他是不满意的他想要创造更属于他的真实的世界。那因为魔术师牌带着四方能量嘛，所以这边更加的强调的是说，有他内在的火能量，有带来一种对未来的一种憧憬跟冲劲，然后内在的风能量有带给他一些对于未来的一些敏锐的直觉跟预测，所以他发现他不能再待在原地了所以魔术师牌代表他将要展现他全新的自我，然后这意味着他现在处在一个学习阶段。他在学习什么？学习展现出更真诚的自己，学习把自己内心真正的实话能够大方的再说出来。然后与圣杯三的逆位的隐退相比的话，我觉得魔术师牌看到的应该不是隐退，而是他现在先选择沉默，蓄积自己的能量，只在对的时机里面大方的、真实的展现自己，大方的出场。所以这个隐退比较像是他所营造的圣杯三的隐退嘛，只是他的假象。他想先躲在幕后沉淀，这样等到对的时机来临，等到他真正可以交心的新人际圈出来的时候，他就会出现了。这样，因此，如果在这个阶段你的出现，反而是在他把自己制空的状态的时候，你的出现让他发现说，原来我躲起来，那一个理解我的、能走到我内心的人，还能够找到我的话，那这个人是绝对可贵的。他在暗示，在跟宇宙暗示说，如果有这个人的话，请赶快把他推出来，赶快把你推出来，这样。所以因此呢，他在哪里？我觉得他现在确实啦，就是在一个转折点一种新跟旧的切开的一个转折点。然后他在全力的等待一个契机，也在全力的准备契机到来的时候所需要的所有的能力那这个能力也包括爱情的本身。他这个契机不只是在等他人生的那种未来展望职涯，这些不是。爱情也包括在这里，他希望如果爱情也出来的话，他所有的准备、所有的沉浸都能够在对的时间一起付出去。可是他这边有偷偷一个先行的条件刚刚圣杯三逆位有说，他还是期待一个能够真正走进他内心的人啦所以这两张牌的结合我觉得他的心境轮廓讲得很清楚圣杯三的逆位揭示了他在一个孤独跟假象的回避的状态里，然后魔术师牌揭示了他其实在一直蓄积自己的潜能跟能量，要打开新局所以我觉得他目前的状况不会随波逐流，所以你可能在大家一起聚会的场合的时候，他可能不会出现，因为他现在躲起来然后他的灵魂中心正在滋养一个非常强大的灵魂啦，然后他我这个灵魂应该在魔术师牌的时候有在不断的呼喊能跟他对齐的人，跟他有共鸣的人，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在这个阶段遇到他的话，他会格外的珍惜，因为他知道说现在的他是最难亲近的，最难被寻找到的。如果你还出现的话，在他的心底，他相信你是那一个唯一有能力能够突破这些疆界，还可以在整个世界的角落还能看到他的重要的人、注定的人。所以今天在我们这一题呢，你无法错过他，我觉得你会在他自我觉醒的路上，孤独的自我觉醒路上，反而遇到了他。大家都远离他的时刻，他远离大家的时刻，反而你却靠近了，而且你会让他在这个时刻发现，你看得到完整的他，你看得到内在的好，他才发现说他的努力跟他的觉醒改变是值得的。所以这边其实这2张牌在意思说，你们两个第一次遇见的时候，好像就能够用最真实的自己去面对对方，而且还能够不自觉的展现最真实的彼此，完全没有阻碍耶所以我倒觉得他的这一个躲藏时刻，他的这个蓄积能量的时刻，就是接下来你们两个要遇见的那一个转弯的路口，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来我们来看到第2题第2题是你跟他的距离要怎么缩短所以我们这边宝剑一跟金币7，我试着从这2张的直观来说的话，确实有找到路径的方法因为这2张牌都比较像是有一种某种规矩被怎么讲整理出来跟利用出来都有机会好，没关系，我们从宝剑1开始看宝剑1是一个用来划破大概水能量迷雾的那一个利刃啦它能够清晰的使用我们的意识，跟可能你在散步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会有得到全新的洞察力。然后这些洞察力呢，你会在内在里面消化，然后成为一个全新的果断的开端，开始启程。它就是一个会有一个全然的概念，然后一个新的 idea 会跑到你脑子里，好像眼前所有的事情都有一个转圜的余地，或是找到一个方针所以当我们将宝剑1放进去，我与他之间的距离怎么缩短的这个问题里面呢，他的讯息给的非常直接。这个靠近的关键呢，就是一个真诚而清楚的直接的表达。所以你和他之间应该已经有某种牵引的啦。所以这边在讲的是说，当你们第一次非常靠近遇见的时候，基本上不会有太多的踌躇犹豫，个人自己的设限有很高的机会会从宝剑1的能量发挥的时候，就直接走到面前，就直爽的表达对你的喜欢，或是表达他想认识你这种看深浅啦。所以他有一个化开迷雾的能量嘛。所以宝剑1在提醒你真正的让距离缩短不是去揣测对方，而是有勇气在适当的时机说出自己的立场而感受。那我在这边我的笔记上面写下这一个概念的时候，其实是在确定这个宝剑1是属于你的还是属于他的。但我发现双方都好像有这个能量可以获得。所以说这张牌并不是说要你或他很急切的就要告白出来，而是在你们初步见面的时候，会有某种很直接、直爽、坦白的讯息跟能量，就在你们两个之间成为一个拉紧你们的锁链，或是弹簧绳、弹性的绳，我都不知道，反正就有一条线要把你们拉进来，是靠着是非常清晰、直白、高度理解、高度逻辑的方式把你们连接在一起。我觉得这个能量是在说你们光从初期开始就不会走在一个暧昧的边缘、暧昧的关系，而是都很愿意伸出手，把彼此拉得靠近。那从这个讯息上面来说，我大概觉得你们灵魂的相似度，我不是说长相相似度，而是相见辨识的能量跟深浅度应该蛮深的。大概你们在其他的象限里面已经有接触过了，所以这一次的时候好像是属于一种又遇见，再见面，再遇到，你怎么在这里的那一种灵魂的遇见所以宝剑1在这边成为某种突破的力量，是也许你们之间会有一些迷雾跟距离，或是陌生感、陌生人，这些好像突然都会被划破，没有办法阻碍你们那你们之间那个不明确的氛围、迟疑的脚步，都不成为任何的阻挡你们的能量，因为宝剑1它带来的那种初始的划破它带来的是切断所有的纠结，然后让内在清晰的心意能够立刻让你们两个靠近
所以换个角度说，宝剑一如果在我们这边看到6张牌的能量来说，它如果是最强的、极强的能量的话，这边要告诉你说，如果你遇到了一个你们2个眼神交换是感觉都觉得不错的时候，记得不要迟疑，不要试探，直接走到面前。你或他，只要有人敢走到面前，我觉得开场白2个人都会一起说。有可能一个说，我可以认识你吗？另外一个说，可以啊，其实我也想认识你。有时候会做这种交换，他没有所谓的上下或是能量的高低，他会立刻进入2个平等的状态而且这个宝剑能量在说，当你们第一次对话的时候，2个人并不会进入所谓的反复自我怀疑的阶段，而是立刻认清楚彼此的立场跟眼中的对方是心里所最期待的那一个讯号，那一个能量再来。金币7这里其实是带着一种耐心的观察然后再等待收获的牌，所以我说他会找到路径嘛，因为他知道他在等待什么。金币7知道他会收获什么，但他也许不像宝剑牌那样锋利直接啦就直接到面前然后展开出来，可是土能量的那个步动缓慢却非常稳固，所以我们这边在问说怎么缩短距离，可是它其实是在提供另外一个面向，除了宝剑1的那个直爽之外，还有另外一个面向是你们会一直在附近环绕，然后时间会累积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会有一个跨越的时刻，可能已经认识，可能已经知道彼此然后另外一条路是进入观察与评估，然后其实感觉是非常真实的，喜欢是非常真实的。所以我刚刚才说今天这6张牌，如果宝剑1的能量发威了，它就会进入那个坦白坦率的。那你会说为什么不是都是宝剑1能量发？因为还有其他的你们个人的能量嘛。因为看这个牌的有非常多的人，选择这个牌的有非常多的人，契合的人也很多有5个人契合这个牌的话，不见得每一个人都是宝剑1的能量会发挥嘛。所以有的人的发挥的能量是金币1的这个能量，发挥了什么？其实一开始遇见的时候就无法离开彼此的世界，无法离开彼此的这个漩涡里，所以会进入一种评估观察，慢慢的发现彼此的感觉是真实的，是连结的，然后那个能量的显示很清晰，所以会一直在旁边一直旋转，像什么？其实像在栽种植一棵树，等它慢慢的长大，然后它会到某一个很对的时间的时候，很像一夜长大的感觉，就是立刻靠近去表达对彼此的喜欢。这个就是因为观察跟评估之后觉得确定了，它很像这个感觉来的时候，很像你今天早上才看到那个果实都没有开，结果早上一起来都发现它早就已经开花结果了，速度比你想象中的还快。它是这个突如其来的一瞬间的一个变化。所以金币7比较像是说期待中然后停下观望，然后观望里面在看什么？内在自己的整理跟思考啦，在衡量说我能不能投入这份感情，而不是在衡量说我要不要现在去告白。不一样2个人可能会因为金币7的能量而进入了，在看到彼此之后进入了，哇，爱情来了。那我现在有能耐吗？会进入这个自我的晨曦跟平衡。所以这里的评估跟观察，有的时候并不是观察彼此，而是观察自己的能耐。所以这张牌在提醒你如果要缩短距离，并不是催促自己往前，而是耐心的、慢慢的在生活中累积出交集，然后确定自己的能耐。在更多、很多、许多的小小的互动跟持续的相处之后，你们彼此都会明白，原来这一个人是可以往未来走去的人这一个是如果你是金币7的能量发挥的话，它会有这个走向，所以它跟宝剑1的能量是完全不一样的。那都还是要看你们本质的能量上跟哪个比较配合。如果你的本质上跟土能量比较配合，它可能会发挥在金币7；跟风能量、火能量比较配合，它就可能会去宝剑1这样子但是它也有特别的状况啦，有的时候一靠近的时候，发现结果宝剑1的能量比较强，就可能莽撞的、笨拙的。就靠近了也可以然后在后面再慢慢的相处也是可以的。好，我们来看到的是金币7跟宝剑1的结合的一个小的总结啦其实我觉得宝剑1跟金币7它告诉了不是2条路径，其实它在告诉说这一份相遇有很多的层次会在那一个瞬间你会选择直截了当的说，还是先保持距离，慢慢的相处，两个都是可以的。那这2个都出现的时候，不是要来搞混你。其实他是在告诉你说，你们的机会很多，你们的选择很多，而且还是没有阻碍的，不是说就只能这样，只能那样，没有，你们的选择很多无论你是直接说，或是慢慢相处，都是机会其实机会是宽广的。所以换句话说，这段关系啦要缩短距离的唯一策略，是最好的策略就是
快与慢并存啊，有时候前进一点，有时候慢慢去，有时候前进一点，有时候慢慢去，或是干脆就直接。因为宝剑一的能量还是有点强干脆就直接是可以的啦。因为宝剑一的那个决断它好像会点燃某种两个人内心的一个确定感，在这里有出现这个概念那如果没有那个确定感，没有点燃，没有宝剑的人，那金币七告诉你说，这份耐心的守候也有答案，所以急跟不急都有答案，这是一个蛮好的一组牌再来，我们到第3题它的出现会怎么让你认识它了我觉得我们抽到力量牌跟倒吊的逆位其实这两张牌还不赖你表示会有很明确的东西，所以力量牌这边说，它的出现其实应该说你认出它的时候，你会发现说这一个人有一种很奇妙的温柔，可能温暖可是你会发现他对很多世界上的所有事情都有很多坚定的想法，很难改变。可是他对人。对小动物，对猫猫狗狗，又很温柔，可是对议题的时候又很坚定所以力量牌的脉络是，那一个它出现的时候，如果你会感觉到你慌乱的心，在它出现的时候，竟然会有安定的感觉。它不疾不徐的靠近你，跟你对话的时候，结果你发现你的节奏竟然被它拉下来，变成平淡、舒适、疗愈的节奏。因为它这里的力量牌带来了一种自在的感觉，你会发现它的存在从来不会让你过度紧张，不会让你不得不隐藏自己，不会让你要包装自己，而是你会发现他眼中有一种希望世间的一切都走在真实的路径上就可以了。即便你内心有脆弱跟软弱的一面，可是他从来不会去评价或是指责。除非你有要求，希望给予评语，他才会大概用最温柔的方式给予不伤害你的方式。他大部分的时间眼神是安静的，而且他会给你一种你任何的情绪状况我都接得住的那种力量。力量牌在这边就呈现了这个，所以你跟他相处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你不需要拼命的去表现什么或者是逞强什么，因为你在他面前只要足够真实就可以了。这件事情我们一再的讲，你就算再听1年这一句话，我们都会再讲一次，就是你在任何爱情面前，你只要足够真实就可以了，因为真实会带来什么安全感。所以你们的关系绝对没有那个澎湃的冲动。即便刚前面宝剑一可是它也不澎湃，它是一个直爽的，可是还是仍然是温柔柔和的一个状态。所以从这边力量牌可以看到出来说，如果宝剑一的状况出来说，他直爽的跑来跟你讲说他喜欢你、认识你的时候，但你还会在力量牌里面看到他眼神的安定跟温柔，他可能会不疾不徐的跟你表达他对你的喜欢。所以你很快就会在这份很奇妙的柔和的气氛感觉到他跟其他人真的很不一样。这个就是力量牌的本质啦，象征他自己内在的那个情绪他不会被外界的情绪影响然后对自我的控制也非常如鱼得水不知道为什么你就觉得他是一个自处能力很强的人，所以他的靠近会让你觉得这是一个稳定的心跳的靠近，没有激动，没有澎湃，可是却很直爽，而且还瞬间就能够跟你同步，语境能同步，他立刻就能从你的语气跟对话里面找到你的节奏，不会让你陷入一种焦躁跟茫然的一个感觉，他好像就会让你不费力的就让你觉得他的存在感很强。这个就是你认出他的地方你要记得他的那个温柔跟坚定的气息会立刻展现给你。那我们这边看到倒吊人的逆位其实倒吊人的正位是一种牺牲等待转换，这个我们讲了非常多次了，但你也不用记，反正你只要知道说倒吊人就是有一种自顾不暇啦，只能等待一切的奇迹事件转换，或是为他人牺牲这样，不然不会被掉到这里，这些都不重要。你能感受它的画面视觉就可以了但是当到逆位的时候，这张牌就有非常特别的正能量意义了，表示什么？挣脱了，改变了，视野不同了，看到了契机了所以我很喜欢在倒吊的时候看到它是逆位的，因为在这个你怎么认出他这个人的角度的时候，倒吊人却是一个非常高度高级的线索，表示什么？如果你现在处在一种生命里的停滞状态，如果你处在一种你生活上很多困难抉择你正在很茫然自己各种人生的方向的时候，那他的出现是一种贵人的方式出现，因为他能够带领你离开你现在的生命停滞的状况。所以倒吊人因为在这边出现的时候你要怎么认识他？他是一个贵人牌，他带领你离开你现在的
低谷、深谷里了。所以，倒吊人牌代表了所有的绳索松脱了啦，他在这个倒吊的方式掉下来了，他可以离开了。所以他出现的时候，你会意识到说，你会跟着他苏醒。你很多内在的打击的东西、不明了的东西、想不到答案的东西，在遇到他之后，一切都苏醒，有答案，而且有新的方向、有新的行动。所以我说，这个人一个很强的贵人能量，他跟金币六比较不一样的原因是，倒吊的逆位是直接改变现状，可是金币六的是给予你之后，你还要去领悟、学会，再去改变。它比较像是给你鱼竿自己去钓鱼啦，金币六。可是倒吊人是直接带你去抓鱼，直接一起去享受钓鱼的状况，他陪着你，你不用去学，立刻改变现状，立刻得到成果。所以，如果他的出现所带来了前面这么多的美好，还告诉你他喜欢你，然后还立刻改变你现在的状态，那就非这个人不可了。好，他不是用一种很强烈的方式介入，因为前面有力量牌，是温柔的。它不是强烈的迫使你的，可是它的出现会让你觉得你好像松开了很多自我的设限，你会跟随他，跟着他，觉得很安定、很舒服。然后甚至你对于爱情的某一些界限，觉得不会再有爱情，自己不再值得被爱啊，我不是一个有价值的人，然后爱情离你遥不可及这样子。可在他出现的时候，有带领着倒吊人逆位的牌出现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主动的想要敞开你的心房。所以倒吊人牌逆位也象征他这个人本质啦，就是他或许与众不同，他跟其他的规则不循常规都不太一样，他不走大家走的安全的路，而是他总是用一种不同的视野来去看待这个世界，可是他又温柔又坚定的力量牌的能量，所以他看到的新方向，他给你的新方向，给你的新指引，他的一些你没听过的人生的道理，你会全然的相信。那是因为什么？因为你心灵有感受到一个新的契机。所以我觉得你认出他的方式，不只是因为某种你渴望的熟悉的感觉，或是你已经遗忘很久的那种心灵震动的感觉，而是他的出现突然打破了你现在某种坏习惯，或是某种惯性的负能量。然后他会立刻让你相信说，原来你还有很多出口，你还有门可以跨出去。最重要的是，你突然间相信爱其实没有遗弃你，爱还是会回来。所以当力量牌跟倒吊人结合的时候，讯息是非常清楚的啦，就是那个可以让你非常安心又能带领你突破的人，很简单，就是这样。所以我说最后这两张牌出现的时候非常好，它能让你心里安静，还能够突破你，还带领你到新的境界。而且他用的方式还不是强迫你的，是力量牌的温柔，而且他还不躲藏，他会就直接在你面前展现，可能用宝剑一的方式直接跳到你面前出来说就是我，或是用金币七的方式，先用守护者的方式，在你的这个漩涡里慢慢的守护你，认出你，然后慢慢的靠近你。结果在你需要安心、需要保护，是你走到低谷的时候，他就又跳出来了，在倒吊人牌逆位的时候。所以在这么多的路径上，可以看到一件事情，是选上3号牌的朋友，这一个人他会出现在你面前的路径非常多，而且完全没有阻碍，非常有可能。你只要好好的保有你现在真实的自己让他认出你，他很快就会加速的靠近你了。好，那这就是3号牌的朋友，希望给你一些乐观的方向跟指引。那谢谢来听，我祝福你。